是物理治疗师小王老师。那我们这一次来分享一下中风病患在上下楼梯时候的一些小技巧。现在来介绍一下上下楼梯的小技巧。那各位病人以前在医院的时候，大概都有听过老师讲说好上坏下，对不对？就是好脚上去，然后下来的时候是坏脚先下。那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训练的目的，或者是说病人已经恢复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传统的两脚一接上。那但是这时候就会再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好脚先上的时候，往往老师都讲说啊，我们就是把脚往前跨，把脚往前跨。那病人就会遇到就是容易踢到楼梯的前面，而导致说你上楼梯的时候很卡，或者甚至会有那种跌倒的这种情况发生。那其实我们去分析这个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你脚确实有垂足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用一个垂足支架或者是改善的垂足，也可以减少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细部分解上楼梯的动作，我们的脚其实不是单纯的往前跨而已，而是我们会先把小腿先做一个勾的动作，然后才把脚跨上去。所以我们正常人在走楼梯，其实会先把脚勾起来一点点，然后才跨上去，这样子就不会踢到楼梯的前面而产生跌倒的风险。好，我们接下来来讲解一下下楼梯的小技巧。那假设一样我今天是右边是我的偏瘫边，那如果家里的扶手是在左边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采取正面下楼梯。那不过正面下楼梯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坏脚先下，坏脚先下。那其实下来之后要有一个小动作，就是减少你们踩空的机会。我们脚下来的时候要把脚往后踢，你要有一个习惯，就是下去的时候你要把你的脚往后踢，踢到楼梯的这个边边，然后你才放下去，这样可以确保你的脚完整的都踩在阶梯上面。特别是脚掌很大的这一些人，你更要去多这一个动作，以减少你跌倒的风险。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倒退下楼梯。如果说我一样右边是我的偏瘫边，可是家里的扶手现在位置就是在这里，那其实我们采取倒退下楼梯，其实是反而安全的一个方式只是说病人或者家属你会觉得倒着下恐怖了，但其实不会然后我们来示范一次。好，那其实我们倒着下楼梯的时候，我们其实身体稍微有一点侧边，可以看得到楼梯的部分。那一样采取好上坏下的原则，一样坏脚先下。只是呢，我们这时候脚往下的时候，因为你会看不太到脚，所以我们要多一个动作，往前踢。一样确保说你的脚是完整的踩在楼梯上面，完整的踩在楼梯上面。所以你一定要多一个踢的这个动作，确定你的脚有踩到位置，然后你才把你的重量放下来。那其实倒着下楼梯即便说你发生意外跌倒，其实也就是往前而已。那这样子的伤害其实不会很大，所以其实病患可以尝试练着倒退下楼梯也没有关系。好。